今天我们想说一下婚前协议这个事情。婚前协议英文是 Prenuptial Agreement。最近多位艺人离婚，当中不乏大咖艺人，例如黄晓明与杨颖、黄丽宏与李亮磊、大 S 与汪小菲、赵丽颖与冯绍峰。其中有没有婚前协议或分居协议，亦或离婚协议，都是大家的关注点。要数近几年知名度高的人物离婚，也包括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 与梅琳达 Melinda， 那是在2021年发生的。婚前协议一度成为话题的，还有2013年传媒大亨梅朵 Rupert Murdoch 与邓文迪 Wendy Dan， 以及当高比拜仁 Kobe Bryant 玉器遗孀凡妮莎 Vanessa 一度酝酿离婚的时候。据说高比由于太爱凡妮莎，结婚时并没有签下婚前协议，所以一旦离婚，凡妮莎将可以分走高比的一半财产。著名创作歌后艾黛尔 Adele 与前夫西蒙科内基斯 Monk Knetsky 于2019年离婚。据报道指，由于双方没有签订婚前协议，前夫分走了艾黛尔 1.45亿英镑身家。梅朵与邓文迪于1999年结婚，据说双方当时有签订婚前协议，更分别于2002年与2004年签了新的婚后协议。虽然传媒没有公开婚前协议的具体内容，据闻该份婚前协议主要是保护梅朵的媒体王国，所以内容大概是不论邓文迪能不能分到梅朵的资产，他将不会得到媒体王国版图的资产或投票权。据说2013年离婚的时候，梅朵与邓文迪又再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有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签了婚前协议后又要再签婚后协议呢？那离婚协议又跟婚后协议有什么不同？根据英美法律体系普通法 Common Law， 婚前协议与婚后协议是根据不同的法律原则去考虑有效性及约束力。几十年前，法院认为婚前协议是为了日后分开铺垫，变相鼓励离婚，所以把婚前协议定性为无效及没有约束力。当然，随着社会改变，法院开始给予婚前协议更多认受性。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发展迅速，愈来愈多家族累积了几代财富，变相后代年纪轻就可能拥有巨额家族资产的承继权，俗称富二代。现今婚姻也自由化，比以往较少要求门当户对，即使皇室也愈来愈多与平民通婚，所以双方婚前财产可能极度悬殊。为了防止资产因为离婚而流转到另一方的手中或其家族，富有的一方很可能会要求签订离婚协议。另一个社会转变是离婚的增加。由于婚姻观念自由化，现今人们倾向追求自己的幸福，较少会因为要勉强维系婚姻而牺牲个人幸福及自由。法律毕竟也是社会行为的产物，它既约束社会行为，同时也因应社会转变而演变。但为什么有了婚前协议还要签婚后协议？原因很可能是随着时间过去，双方的情况或心态发生改变。例如，可能富有的一方认为自己对对方感情深厚及有充足的信任，所以甘愿把自己的一切与对方分享。又例如，双方的财政情况差距拉近，又或者一方的事业发展或财产累积情况有改变，所以再签一份新的协议，去反映新资产状况或新分配。如果婚后孩子出生，也很有可能会因应新生命，去重新筹划及分配双方资产。婚前协议一般多用于明确婚前资产，而婚后协议则多涵盖婚后双方增加或减少的资产。例如，美国某些州是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即是说婚后任何一方在获得的财产，自动归双方共同所有。与之相对的是普通法夫妻财产制，就是婚后双方各自增添的财产，不会自动归双方共有。谁购置的资产，法律上有谁的名字的，就是谁的资产。根据中国民法典，婚前财产是夫妻一方的财产，而不是共有财产。而婚后获得的，不管是购置或者受赠或继承，皆被视为双方共有，除非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清楚注明财产只归一方所有。与中国一岸之隔的台湾，虽然婚前独立婚后共有的概念是与中国内地大体差不多，但婚姻存续当中获得的继承或受赠财产，则只属个人所有，而不是婚姻共有财产。以上所说的是法律上的预设立场，由于不论哪个国家也好，法院一般尊重个人订立合同的自由意愿，所以只要法院接纳婚前协议的有效性、公平性，并予以执行，法律上的立场会根据协议内容做出改变。于是，到底法院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执行婚前协议，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之前说过，法律尊重每个人自由订立合同意愿，所以在合同不构成违反公共政策或社会道德的情况下，倾向不会对于合同内容有过多干预。什么情况下会违反公共政策？例如影响孩子的福利，或者构成不公义。
孩子的福利以及合同的公平性是法院考虑是否执行婚前协议的两个重点。公平性是指立约双方当时的权利平衡，或者这样说，是议价能力的悬殊程度。很明显，富有的一方应该是议价能力最强的，就是最想订立婚前协议的人，议定协议内容的能力也是最压倒性的。富有的一方一般有能力聘请律师并取得充分法律意见，而另一方则未必有同等质量的法律意见，或完全没有法律意见作为参考。再者，富人很多时候会把资产分布在不同国家，并有能力聘请专家代为管理及隐藏，而另一方很难得悉富人到底有多少财产。在这样的处境下，弱势的一方很容易在不知道对方底子、不知道自己的权益、不知道协议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签订了一份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婚前协议。而且在不明白协议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下，婚后继续做出一些对自己处境不利的操作，或没有做出行动保障自己的权益，沦为受害的一方，并无法得到法律原来赋予的保护。协议到底有没有对一方构成不公平，需要从两个时间点上看。第一个是签协议的当时，第二个是当协议执行时，考虑双方当下的处境，如果执行，会不会对其中一方构成不公平。由于婚前协议可以是很多年前签下而没有更新，若干年后，双方都可能有很多改变，以致多年前看似合理公平的条文，在今天执行时，结合现在处境，会对一方构成不公平。若一方无法事前获得独立法律意见，而当事人本身不是生意人，而是家庭主妇，或担当一些非高度知识型、非专业工作，相对而言，另一方则见多识广，有专业知识的话，加上执行婚前协议的结果，会令弱势的一方在离婚后失去基本生活保障，有很大财政压力的时候，很大机会会令法院拒绝执行该份婚前协议。主要原因还是得回去讨论订立合同的自由意愿问题。当你不清楚合同的法律意义、后果以及对你的影响时，即使你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愿签下了合同，实际上你当时真的有自由意志吗？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双方都懵懵懂懂还好，如果一方是很有知识的，而且理应知道另一方是没有相关知识与认知的，你说是不是有很大可能这一方是意图占另一方便宜？在这样的前设下，你说协议的条文会不会极大可能是非常一面倒？那是不平等合同，而且是受害方连自己被欺负了都没有意识到的不平等合同。不知就里的不平等可不可以算是自由意志？说到这里，你也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我说到底还是自由不自由意志的问题吧。签立婚前协议的时候，足够的财产披露的必要性，跟上述是同样的道理。你签约的时候以为对方身家只有100元，不要也罢了，毕竟对方也很苦，离婚后也要好好生活的，倒过来说可能自己身家比对方还多，自己要护着自己资产，不分给对方呢，那就真的大家独立就好，不要过来分我的。签约后你才发现，原来对方说谎了，对方其实有10亿元，而你身家只有1万元。那你当初签约的时候真的是自由意志吗？以后你说自由意志的时候加一句知情的自由意志吧。如果婚前协议在结婚前很久很久就签下了，也要注意哦，法院可能会认为你们有可能已经悄悄改变心意了，只是没有补立一份新协议，把事情形式化书面化，结合其他因素，可能不会对婚前协议给予执行。所以签下协议但很久才成婚，也是需要注意，最好补立一份吧。但总括而言，法多多不认为这个影响会很大，除非你真的夸张到签下协议后，再等了10年才成婚。虽然这不是不可能的，像是说，你做了逃跑新娘，逃了个10年，经历了人生变故才回来结婚吧。总括而言，婚前协议的用途有3：第一，明确婚前财产的范围。除了不动产之类通常有物权转移日期的财产外，很多是赠与或一些如名贵手表、古玩、艺术品、衣服等等未必会保留购物单据或记录转赠日期。就算是银行户口，要取得若干年前的记录还是有难度的。所以到底是婚前还是婚后才获得的财产，可以以婚前协议的方式清楚清点，作为记录。婚前协议的第2个用途，就是约定婚前各自财产该做如何处理，例如各自保留，还是一部分赠与另一方等等。婚前协议的第3个用途，可以是约定婚后财产应如何分配。但需要注意的是，结婚时没有人可以预计到日后大家会获得什么财产，所以婚前协议如果要约定日后财产的处理方式的话，只能做概括陈述，例如全部给妻子，或50%给丈夫。你当然可以指明，婚后首置物业归妻子，2置物业归丈夫，3置物业归双方共有，诸如此类。
例如张柏芝与谢霆锋结婚前就签订了婚前协议，约定日后婚姻中所生的孩子抚养权全部归张柏芝。他们当然不能够预见将来会生多少个孩子，但仍然可以订立概括条文。一般来说，婚前签订了婚前协议，而结婚后再另订婚后协议的话，婚后协议会取代婚前协议，就是签订婚后协议后，之前的婚前协议将自动失效，这样的意思。好了，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有时间的话，下期法多多跟大家说说婚后协议吧。